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倪辉，我来自腾讯优图实验室，我是这个 NCN 项目的作者和维护者。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NCN 是个神经网络推理库，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基于 Vulkan 的机器学习的一些最新的进展。一页 PPT 简要讲一下这个 NCN 的神经网络推理库呢，它呢是2017年开源的，当时是属于行业是最新开源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没有 TF-Lite， 也没有 Onyx。它主要的就是把一个 AI 的算法模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PyTorch、Onyx 的模型，通过 NCN 这个库呢，来帮助开发者非常高效、便捷的部署到各种的平台和端侧。可以看到 NCN 支持的框架是非常多的，也支持非常多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包括主流的 Windows 啊、Linux、Mac， 然后移动端的 Android、iOS， 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常见但是事实存在的，比如说一些路由器的系统，比如说Switch 的游戏机，比如说 PlayStation， 甚至是我们的 Apple Watch、安卓的智能手表上面都是可以部署 NCN 的。可以看到 NCN 支持也很多这种 CPU 的架构，像常见 x86 ARM， 还有一些这个信创的一种架构，比如说龙芯啊或者 RISC-V， 这些 CPU 架构平台 NCN 都有对应的一些关于 CPU 架构的指令优化。然后 GPU 这边呢，也是通过 Vulkan 这一个跨平台兼容性非常好的一个通用的 API 来支持在各种 GPU 上的一个加速。像桌面的 NV 啊、AMD 或者英特尔的核显，以及手机的苹果呀，还有高通和 ARM Mali 的 GPU 都是支持的。最后呢，也是通过 WebAssembly 可以在我们的浏览器里，包括 PC 或者是手机的那种浏览器，都是可以使用 WebAssembly， 然后通过 NCN 去调用 WebAssembly 来部署我们的 AI 模型。这是有点卡这个。这放出一些比较酷的社区 demo。我这个 PPT 上的所有的 demo 都是有相对应的 GitHub 链接，可以从这些对应的开源的链接里面去拿到所有的代码和他们的模型。左边这个是 RealSealGain NCN Vulkan 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在所有的平台上去跑这个二次元的超分辨率。这个 RealSealGain 也是哔哩哔哩的 AI Lab 做的一个算法，然后我呢去把这个算法通过 NCN 去移植到所有的平台上。然后右边这个呢是 RWKV 是一个目前在端侧跑的比较快的一个语言模型。然后这个呢是用 RWKV 做的一个在 iOS 上做的音乐生成软件，可以帮助用户去做一些什么音乐创作这种事情，但比较好玩，也是比较新的一个应用。然后左边是一个在手机上跑的，就是不联网的纯本地的 Stable Diffusion 的 demo。这个就是纹身图嘛，大家之前也看了很多了。然后右边呢是一个也是在纯手机上跑的一个就是二次元老婆聊天器。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 B 站的工程师去做的，
那它底层是用了 NCN 去做一个语音识别，还有基于 VITS 的语音合成。这里还有几个关于 WebAssembly 的 demo。下面2个二维码呢，现场或者线上的观众呢，都是可以直接用手机或者电脑去扫这二维码，它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在浏览器打开我们的 NCN 的一些算法。比如说这个实时的物体检测，你打开的话，它会弹一个是否打开摄像头，这样的话就直接在浏览器里就可以识别了。它也支持就是普通的浏览器或者 iOS 的 Safari， 或者是你微信的扫一扫都是可以打开的。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个 Web 上直接做一个本地的图像超分辨率，也是个Real See Again 的一个实现。第三个呢是一个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做的一个也是用 WebAssembly 做的一个人脸检测。当然大家可能知道微信小程序里面那个WebAssembly 的环境跟那个普通的浏览器还是有点区别，它是微信自己去改造了一些东西，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去了解这里面怎么去应用这个 WebAssembly 去部署我们的模型的话，可以参考这个链接。WebAssembly 的话 ，NCN 有基于它的SIMD， 还有一个多线程的一个优化。然后实际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会通过打开浏览器的时候去检测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 SIMD 和多线程，然后去调用我们不同的版本。就是我们的 NCN 呢是编了4个不同的版本来应对不同的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那最后呢会选择你当前浏览器的能力，选择最佳的一个实现。一些 demo 大家展示好了，这里是一些关于我们 NCN 底层使用 Vulkan 的一些技术介绍。我们都知道 FP16是在神经网络推理里面加速非常常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实际在写这个 GLCL Shade 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就写这个 FP16的类型，这样能减少内存使用，然后能提高这个计算的吞吐效率。这个代码呢是我们理想中想要写的一个代码。它呢就是在我们的资源里面直接使用 FP16作为输入输出，然后我们在共享内存或者说在代码体里面直接用 FP16做一个计算，看上去非常的优雅。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 Vulkan 的代码要在所有的硬件上去执行的话，如果我们考虑所有的硬件，因为有的硬件它可能不支持半精度的一个storage buffer 的一个类型，我们有的硬件可能不支持在我们的 uniform 里面去写这个半精度，不支持在那个 shared memory 里面用半精度。我们有的硬件呢，可能它也不支持在我们的计算过程中用 FP16作为一个计算的精度，而且这3个能力并不是说 A、B、C 它是互相有一种依赖的，就可能有的硬件支持 A 和 C， 可能有的硬件只支持 B， 可能有的硬件只支持 C。那如果考虑到各种硬件的不同的能力，然后我们要实现一个非常通用的代码的话，我们要写很多这样的类似的 if 和 else 来隔离开不同的设备能力的一个方式。可以看到这个代码虽然我们刚才只写了3行代码，但现在已经膨胀到这么多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可维护性的灾难，也是所以说我们要介绍一下 NCN 里面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
NCN 里面呢，它为了用一份代码去兼容所有的硬件能力，定义了一些宏，比如说我们定义了 SFP， 就 Storage Floating Point Type， 来在不同的硬件上，根据它检测到的硬件能力，自动的把这个宏替换成 float 或者 float 16。对应的对于那种 shared memory 或者计算类型，我们也定义了 LFP 和 AFP 的宏，也是会自动替换和根据硬件能力去做一个自动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显存读到当前局部变量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个 buffer load for 的一个宏，它呢也是会根据我们的硬件能力去做一个可能是 FP32 转 FP16，或者说反过来相反的一个转换的事情。这些宏呢都在 NCN 的里面，在编译 pipeline 的时候，因为编译 pipeline 前还要把 GLCL 编译成 SPIR-V 嘛，在第一步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宏替换掉。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硬件上安全的使用 FP16 这个类型，然后我们也可以减少代码的代码量。这怎么切不？好，出来有点卡啊。诶，这是另一个 NCN 里面的一个扩展，就是我们知道 Vulkan 的 GLCL 里面它引入了一个 Specialization Const 的概念，它可以做一个编译式的常量去替换掉我们的代码里那些变量的名字。比较常规的一种写法呢是我们的 tensor 它有个 shape 嘛，对吧 ？WHC， 那这个变量呢，通常如果你的模型是固定，你的输入的尺寸是固定的话，那么它每一个 shader 里面拿到的 WHC 应该是固定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specialization const 来去做这个声明。但是呢，我们有的模型呢，它可能是需要动态的那种 shape，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用 push constant 呢来实现这个功能。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pipeline 运行的时候去更改这个 WHC 的大小。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 shader 代码里面同时支持静态的 shape 和动态的 shape 的时候，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叫 PSC 的一个宏。这个 PSC 的宏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的那个 GLCL 里面写着同时写的一样名字的，就 WHC 包括 push constant 里面也一样写 WHC 的话，它会展开成就是如果我的常量的那个 W 如果定义了那么我们就用常量；如果没有，我们就用那个动态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一个通用的代码写法来支持不同的动态和静态的 shape。下面有个链接，就是 NCN 其实还定义了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一些扩展，这些都是基于就 GLCL 上面去做的一些宏，就所以它可以兼容所有的那个目前标准的 GLC 编译器。好的，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呢 ，NCN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架构的改动。就是我们自己写了一个 Simple VK 的 Vulkan 的库的加载器，我们来替换掉了 Khronos 标准的那个 Vulkan Loader。这件事呢，我们做的时候呢是有考虑到一些使用上的原因的。首先呢，就是 Khronos 的 Vulkan 加载器呢，它是在 Vulkan SDK 里面的，
但是很多开发者他可能比较偷懒，他不想去下载或者去安装这个 Vulkan SDK。还有一个就是 Vulkan SDK 目前支持的平台只有 Windows、Linux 和 macOS。安卓是通过它的 Android NDK 去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平台。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支持龙芯，我们支持 RISC-V， 我们支持一些游戏机，我们可能还支持 Windows 的 ARM 的平台。但这些呢，在官方的 Vulkan SDK 里面都是没有发布这些开发工具的，所以我们使用那个自己写的这套代码去无缝的去换掉这个依赖的那个 Vulkan SDK。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做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个软件分发出去，打包出去。那如果我们是用了这个 Khronos 的 Vulkan 的 library loader 的话，我们需要把依赖的 libvulkan 的 DLL 或者 SL 一起打包到我们的软件发布包里面。那这样会多一个依赖。那有时候呢，如果我们把那个这个 loader 一起打包的时候，它可能会跟系统的一些 loader 起冲突。第三呢，就是安卓操作系统啊，其实是在安卓 7.0 开始才支持 Vulkan API 的。那如果我们的 APP 开发者他需要去兼容更早版本的安卓操作系统，比如说安卓 5.0， 那么他在编译我们的这个软件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直接使用这个 Vulkan API 了。那我们有自己的装载器的话，我们可以在更低的安卓 API 的目标里面去加载这个 Vulkan 的驱动。第四呢，就是我们有这个 Simple VK 的加载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去自己去替换一些加载的逻辑。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官方的 Vulkan SDK 所没有提供的一些功能，以及我们自己设计新增的一些功能。左边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加载过程，可以看到它默认的话，它也是就是遵循Khronos Vulkan Loader 的一些逻辑。我们会看这个环境变量。但是呢，我们这个 create 这个 instance 就是加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允许开发者去主动传入这个驱动的路径。比如说，我们可以传入这个 Vulkan 的 SO 文件的路径，我们还可以传入这个实际的，比如说安卓的那个 HAL 的 SO 文件，去直接从这个驱动本身去的入口去加载这个 Vulkan 的 API。如果我们都没有加载成功，那是可能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装了显卡驱动，但是它没有装那个 Vulkan 的 runtime， 那这时候你还是打不开这个 Vulkan 的 DL。那是这个我们 Simple VK 里面还做了一个最后面的一个 fallback， 就是会主动的去寻找文件系统里面所有的存在的显卡驱动的文件。比如说 NV 的 NVO GLV64.dll， 还有比如说 AMD 的那个 DL， 我们会主动的去寻找操作系统里的驱动，然后去尝试去打开。就我们想尽一切的方法，去让用户更加容易的去使用这个 Vulkan。这个 Simple VK 的这个驱动加载器呢，实现代码也非常的简单易用，就是只有一个 CPP 和一个 H。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拿出来放在自己项目里面去使用就行了。这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有时候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Vulkan 驱动？像安卓手机上就是很多手机发布了好多年，但是它的操作系统里面的显卡驱动它是不会更新的，它不像 PC 上，你可以让用户自己去下载这个显卡驱动更新。像这种，比如说就高通的 Adreno 的GPU 驱动，它可能像我这台手机是高通的865处理器嘛，它的驱动还是比较老的，它也不会随着厂商去发布系统更新而更新这个驱动文件。但实际上，这个显卡驱动在我们这个对性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驱动其实是掌握
最底层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优化的过程。像开源软件 Mesa 这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带了一个开源的 Adreno 的一个型号的驱动叫 Turnip。那我们呢可以使用这个开源的 Turnip 驱动，通过 Simple VK 来直接加载开源驱动里面的一些Vulkan 的实现，来绕过系统加载这个系统的 Vulkan 驱动。这样加载的好处呢，我这边呢就是因为 NCN 是个神经网络推理库嘛，我这边也跑了一下这个各种模型上面的一个效率，可以看到开源的一个显卡驱动，因为它是不停地更新优化的，通过就是在 APP 里面直接附带这个开源驱动的话，可以提升更多的性能，和最高的可能达到50%。这个是一个就是去年7月底的时候，就是 Khronos 有发布了一个就是 Vulkan 的矩阵的一个扩展，它也是一个跨平台跨那个厂商的，目前是支持 NVIDIA 和 AMD 的显卡，英特尔的还有英特尔的独显。这个是我在那个 NCA 里面通过这个矩阵扩展来做的一个卷积或者一些矩阵的一个加速的效果。可以看到像 AMD 它在 RDNA3 架构里面是带了这个矩阵单元的，使用这个扩展呢，可以在就是跨平台 Windows 啊 Linux 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矩阵单元带来的一个加速的。而相对于其他 API 的话，比如说像 CUDA 呀，或者说其他的，可能还没有这个矩阵扩展的一个功能。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工具叫 VK-Peak， 也是我这边写的，就是实际这个 Vulkan 的驱动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 GPU 的那个运算能力到底有多好？我们知道 OpenCL 它有个 CL-Peak 嘛，对吧？是个跨平台。但是 Vulkan 的话，现在我自己写了一个类似的工具。就是它里面就是循环去跑这个同样的 FMA 操作，然后去跑一个很大的一个 buffer， 然后去测一下耗时。如果耗时稳定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能测到当前这个 GPU 的那个 GFLOPS。通过这个 GFLOPS 能大致的能看一下当前的显卡的一个运算能力，因为有的显卡它比较弱，有的显卡比较强嘛。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测速里面有一行叫 FP16 Matrix， 这一行呢就是通过 Vulkan 的矩阵扩展去实现的一个测量矩阵运算单元计算能力的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写这个GLCL 这个写的代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根据显卡不同的运算能力。就有的时候这个显卡GPU 运算能力比较弱，我们会调用不同的去实现路径。那实现快的话，我们可能去调用快的路径。这个也有一个安卓的版本，以及这个树莓派也是上可以测这个 Vulkan 的一个计算能力的。最后就是一些未来的规划。NCN 目前的话，打算就是把刚才的那些GLS 的扩展也应用到 Int8 的类型上，因为 Int8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行为，很多显卡也是不支持的，比较最新的显卡才支持，像 DP4A 这种。我们也希望去兼容更多的设备。然后 Int8 的矩阵扩展目前也是有的这个标准，但是目前 NCN 是没有去使用上。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在讨论或者想办法在 Khronos 的 Vulkan API 的标准设计里面去引入更多的类似于 BF16啊、Int4 这样的类型，或者说基于 OP 单元或者基于子图计算的一个就是规模更庞大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扩展。
最后提一下这个 SLang，就是，目前 NCN 里面所有的基于 GPU 加速代码都是用 GLSL 写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 Web GPU 它所使用的代码是 WGSL，它们俩其实是不一样的。而目前 NCN 里面已经写了非常大规模的 GLSL 的代码，这怎么办呢？就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比如说 WebGPU Native 的方式去想要在浏览器中实现这个 GPU 加速，我目前考虑的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基于 Dawn 这个项目，它带了一个 SPIR-V，反编译为 WGSL 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想法就是SLang 是 NVIDIA 公司出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 shader language。其实 Vulkan 这标准发布的时候呢，也是有点遗憾，就是当时为了兼容很多的那种旧有的 OpenGL 代码，它没有去更新它的 shading language， 不像我们其他的 Metal 啊或者 DirectX 12，他们的 shading language 都比较现代化。那 GLSL 里面其实因为兼容很多老的东西，它好多的很 fancy 的那种语法它都是没有的。那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就是我们写起来就非常麻烦，就很多像刚才一些比如说那个 SFP 的宏啊，比如说 Buffalo 的4的这种宏啊，这些都是像 NCN 这种下游的这种项目自己去做的一些扩展，但是它的语法本身是不支持的。那 SLang 呢，相当于是有一种想法，就想要给 Vulkan， 因为 Vulkan 是它的首要的支持平台嘛，它可以用一种比较现代化语言去重新去规范一下这个 shading language 的语法，而且它不仅支持 Vulkan， 它也支持 Web GPU， 它也支持那个很多的，比如说 Windows 啊、macOS， 它都是支持的。所以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就是迁移到 SLang， 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 NCN 它本身发布了好多年，我们想要保持这个框架的稳定性，但是这种比较激进的一种改进呢，可能现在也是不会马上去实施的。最后呢，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 NCN 就是 Vulkan 机器学习有什么想交流的，可以加入这个 QQ 群。其他的就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然后谢谢大家。